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师，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 跟我一起学习中文。今天是2025年的11月25号，今天是星期二，每周二是我们的说故事时间。老师今天会说一则故事，希望大家喜欢。那么今天的故事呢，是跟朋友有关系的。那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好朋友呢？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些知心朋友 bosom friends。可能你有很多好朋友，但是真正了解你的好朋友并不多。如果人生能够有1个2个知心好友，那么那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对不对？不晓得你有没有好朋友呢？有的人朋友不多，像理查老师的朋友不多，可能也没有真正知心的朋友啊。有时候你的朋友，知心朋友，其实是你的家人，是你的兄弟姐妹，可能是你的爸爸妈妈，他们最了解你，他们不但是你的朋友，也是你的家人哦。好，所以有的人真的一生都很孤单，但是他有养猫猫狗狗，他的好朋友可能就是他的宠物，可能是你的猫，可能是你的狗哦，他们也算是人类的好朋友，对不对？我们常常说人类最忠实的朋友就是狗，所以你的宠物也可以是你的好朋友啊，对不对？好，很多同学都来了哦，欢迎大家，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故事吧。好朋友，好，老李和小张是好朋友，他们从小一起长大，感情很深。好，那我们今天2个主角是，第一个是老李，然后另外一个是小张，他们是好朋友，他们从小一起长大。好，从小的意思就是从可能才5、6岁、7、8岁就开始在一块儿。那如果这2个人是男生跟女生的话，我们可以说青梅竹马，青梅竹马哦。那可是老李跟小张不是男生跟女生，他们2个都是男的所以我们不能说青梅竹马我们说从小一起长大感情很深。好，对，你们有没有好朋友啊？希望你们有秀珍说我的朋友不多，知心的好友只有我的老公。对，有时候你的知心好友就是你的伴侣，对不对？可能是你的老公，可能是你的老婆好，感情很深我们这里也可以说感情很深厚，也可以这个我们形容感情很 deep， 我们可以说很深厚，也可以可以加上一个厚，感情很深厚。那口语中用深就可以了Hello 雅玲，欢迎好，大学毕业后，老李开了一家贸易公司，他请小张来帮忙做财务。好，大学毕业后，好，毕业就是你完成了学业，你要从这间学校离开了，你已经学习完了，你必须要离开了，你要到下一个阶段。那如果你是小学，下一个阶段是中学，中学完了，下个阶段可能是大学好，那老李我们中文会说开公司。好，记得这个动词开公司就是 run establish a company， 开公司。好，老李开了一家贸易公司。什么叫贸易？ trading， 买卖，做买卖的叫贸易。可能你买进一些东西，再把它转卖给别人贸易公司 trading company。 他请小张来帮忙做财务。好，我们知道财务是负责管钱的，公司赚了多少，公司有多少支出，我们都必须要有财务人员来帮我们处理。那财务
一定是要你相信的人，你才会让他去做财务，你才会让他去管公司的钱，对不对？一定是要你能够信任的人 ，trusty people。那当然他要请小张，因为他们是好朋友，他相信老李相信小张，所以呢，他请小张来做财务，来管公司的钱。财务就是管公司的钱，感情很深刻，可以用感情很深刻可以的。好，我们再往下看小张认真工作，每天都这个是都每天都帮老李查账算钱，从不抱怨。对，有时候你请的财务可能是你的老婆，因为你相信你的老婆，所以你请她当财务人员好，那么小张呢，认真工作。好，我们都说认真工作的男人最帅，对不对所以如果你认真工作，女人都会喜欢你好，那我们也可以认真学习，你们都要认真学习中文 diligently， 认真学习中文 earnestly。 好，那小张每天都帮老李查账。好，这个查账一般来讲呢，公司一定会有收入跟支出，那都会做记录这个记录就是账查账去 check， 查就是 check 查账。算钱，财务当然一定要算钱好，查账算钱，他的工作很忙，但是呢，小张从不抱怨。好，你可以加个从来不抱怨我们中文常常说英文常常说 never中文要怎么翻译呢？你可以翻成从不或从来不都可以，就是像英文的 never complain 从来不抱怨，或从不抱怨也可以从不抱怨也可以。好的，很多人都说老师我的朋友不多，我觉得朋友不一定要多，但是要有1-2个知心的好友好 OK， 像女生会有闺蜜，对不对？你会把心里的秘密告诉闺蜜。男人呢也有什么男人的好朋友，对不对？ buddy 我的好兄弟，我会把我的心事告诉我的好兄弟好，抱怨这个词请大家记起来 complain 这几年老李的公司赚了不少钱，老李结婚那天，小张还当他的伴郎，哇，好美满幸福的感觉。好，那我们都知道老李开了一家贸易公司，这几年这个英文要怎么翻译这几年？你可以说 recent year， over the recent years 这几年 recent years 这几年老李的公司赚了不少钱，我们中文说赚钱 earn money， 赚钱 make money 用赚这个动词好，老李结婚那天，小张还当他的伴郎。我们都知道结婚的时候男生会找几个他最就是他最熟悉的好朋友当他的 best man， 当他的伴郎。女生也会找2个3个他最信任的女性，他最好的朋友来当他的伴娘。所以伴娘的英文怎么说？我忘记了，什么 man 忘记了，谁告诉我？伴郎就是 best man， 伴娘是什么？伴娘的英文是什么？什么 man 我忘记了赚钱跟挣钱一样不过呢挣钱我觉得是比较大陆在用的台湾我们讲赚钱在大陆的话会讲挣钱man of honor bridesmaid 我听过的是 bridesmaid 对不对伴娘伴郎伴娘好，这个记起来。那结婚一定会有新郎新娘，帮我打一下like bride and groom 对不对？新郎新娘好，
好的，好，那你们要知道新郎新娘、伴郎伴娘哦。好，但是好景不长，新冠病毒的疫情突然爆发，老李的公司营收越来越差。哎呀，好景不长，这个成语我希望大家把它记起来。什么叫好景不长呢？就是本来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但是当然世界上没有那么好的事情，一定会有一些挑战，一些不好的事情会发生。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说好景不长。好，比如说两个人的婚姻一直很美满，但是好景不长，老公突然没工作了。好，所以当你用好景不长的意思，就是本来生活都很顺利，但是发生了一件不好的事情，你就可以说好景不长。这两个人的婚姻一直很美满，但是好景不长，男的出轨了，男的有外遇了。所以当我们用好景不长这个成语的时候，就是你要说一个不好的事情发生了，本来都很幸福，本来都很顺利，但是有一件不好的事情发生了，你就可以说好景不长，什么什么发生了啊。好，新冠病毒的疫情突然爆发，相信大家都经历过那几年，对不对？大家都没工作，又不能出门，钱不好赚。那个时候啊，当然很多公司都倒闭了，都破产了都是因为新冠病毒的疫情好，那么老李的公司也是受到了新冠病毒疫情的影响，营收就是收入，公司的收入 profit 它的利润收入越来越差。好，越来越差这个可以学起来，当然越来越好也可以，越来越差也可以，所以你们可以把这个字改掉。哇，他的病情越来越好了，他的病快好了，他的病越来越好，病情越来越好转了他的病情越来越差了越来越严重了Revenue 对，没有错。好，这里大家有没有问题？都听得懂好景不长是个很棒的成语有一天，老李说公司亏了不少钱，他向小张借点钱周转。好，有一天老李去找小张，他跟小张说，小张啊，公司亏了不少钱。好，那各位同学，这边的亏是亏损的意思你帮我打一下好不好？亏损的意思就是公司不但没有赚钱，还赔了不少钱公司的营收没有赚钱，反而赔了不少钱，这个叫亏损。这里的亏就是亏损的意思就是 lose money lose money， 亏了不少钱，他向小张借点钱周转。好，如果公司遇到了困难，资金不够的时候，你必须要钱来周转。那如果公司需要钱来周转的话，你可能会去跟银行借钱出来帮助公司渡过难关。为什么公司需要周转？因为公司没有赚钱，它需要向别人或者向银行借钱来帮公司渡过难关，避免破产，避免倒闭的风险，所以我们会借钱周转好，所以呢经济不好的时候要经营一家公司真的非常的不容易非常不容易很多人呢都要在银行关门之前赶快跑去银行去借钱因为要周转好OK， 这边有很多词汇如果你在学商务中文的时候，这些词汇都一定要会，比如说亏损，还有周转，这些词汇都非常的重要还有刚刚说的资金本钱、成本这些词汇都很常用到好，小张非常信任老李，没有多问，马上把自己的积蓄都拿出来借他。好，我们刚刚知道了小张
跟老李他们是好朋友，当然小张也非常的信任老李，所以老李没有多问，他没有多问，他直接没有多问的意思就是他没有再说，你为什么要这些钱呢？你要这些钱要干嘛？他没有问这些问题，他直接马上把自己的积蓄就是你存的钱，就是你的 savings， 积蓄就是你把你赚的钱把它存起来，这个叫积蓄，可能存在银行，可能把它放在家里，这些都是积蓄好，把他的积蓄都拿出来借给他，借他或借给他都可以。其实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对不对？再怎么样你也不能把你所有的钱、所有的积蓄、所有的存款都拿去借一个人，就算他是你的好朋友，我觉得这也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各位同学，你们也是一样，如果有人想要跟你们借钱，他可能是你的亲戚，可能是你信任的好朋友，我觉得都不应该把自己所有的钱都借给他，因为要是你的朋友不还你，那怎么办呢？这些钱都没了，你的生活也会有困难，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好，我们千万不要我们不要太相信别人，有时候我们应该要多思考一下。中文常常说防人之心不可无，好，有没有人知道这句谚语？帮我打出来。防人之心不可无，就是我们一定要不能够完全去相信别人我们要注意，这个人可能会骗我，他可能会骗我的钱，虽然他是我的好朋友，虽然他是我的亲戚，但是我还是要很小心，防人之心不可无。我们也不要去害别人，不要说我跟他借钱我不还给他，我想要害他。中文刚刚说的那句话的下一句是害人之心不可有，我们不要去害别人，不要去伤害别人。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这是两句非常重要的话，请大家记起来它有两句第一句叫害人之心不可有，我们不要想要去伤害别人，不可以。但是呢，我们也要去防着别人，不要太过度的去信任别人，所以这个叫防人之心不可无好，我觉得这两句话非常重要，也是人生的一个哲学好的，我们往下看。几个月后，小张发现公司倒闭了天哪，老李也避不见面天哪，果然老李借了钱之后他就消失了，我们也找不到他了。几个月后，小张发现公司倒了。我们说过了你也可以说倒了，倒闭了，你可以说倒了，公司倒了，当然你也可以说公司破产了，公司倒了，公司倒闭了，公司破产了。老李也避不见面。如果有一个人他避不见面，表示你找不到他的，因为呢他一定躲在你找不到的地方，他不想跟你见面，表示他可能做了一些坏事，对不对？比如说他向你借钱，他不想还你，他会避不见面。或者呢可能男女朋友女生发现男生为什么都避不见面，我的男朋友为什么都避不见面原来他在外面又有别的女人了，他有另外一个喜欢的女人了，所以他不想再跟你交往了，他不再想要跟你见面了，他避不见面。你的男朋友如果避不见面，有可能第一个他不爱你了，第二个他在外面又有别的喜欢的女人了避不见面哎呀，原来老李呢是利用了小张，所以我觉得
有时候好朋友我们还是要提防一下不要全然的相信你的朋友好惨，对不对？小张所有的积蓄都没了，他所有的存款都没了，他都借给了老李了，所以他身上也没钱了。天哪，好惨呐！好，小张去老李家找他，邻居告诉他，老李搬走了老李搬走好几个月了，听说出国了。老李出国了好，因为小张所有的积蓄都借给了老李，他无可奈何，只好去老李家找他。但是呢，邻居告诉小张说，老李早就搬走了，而且呢，他搬走了好几个月，搬走很久了，而且呢，听说出国了，他去别的国家了哎呀，好惨好 OK， 所以这件事情就告诉我们，真的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对不对伊利亚说，老师，我们下一个故事可以说卖火柴的小女孩吗？当然可以咯，不过伊利亚你要提醒我一下等一下直播课你留言一下我可以这个来讲一下卖火柴的小女孩这个故事哎呀，老李出国了，他拿了小张所有的存款，所有的积蓄，他搬走了，公司也倒闭了。天哪，这个我们中文可以讲说卷款潜逃卷款潜逃。什么叫卷款潜逃呢？就是你把公司所有的钱，你把这个你借的钱，或把公司所有的钱，你都把它放到自己的口袋里，然后你就逃走了。这个叫卷款潜逃，不是卷卷款潜逃。这个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你把公司所有的钱，把员工所有的钱都把它放到自己的口袋里，然后你就逃走了，卷款潜逃有些老板会做这种事情，那可能所有的员工都没有工作了，公司也倒闭了，但是老板把所有的钱都带着离开了国内，跑到国外去了，大家也找不到他了，这个叫卷款潜逃好 OK， 好，我们往下看。小张这才明白，老李早已带着所有的钱离开了。简单说，老李早已卷款潜逃。你看他的皮箱里面，老李的皮箱里面都是公司的钱，都是小张的积蓄。老李早就卷款潜逃了，他带着所有的钱离开了，公司也倒闭了，员工也找不到老板了，因为老板就是老李，他早就离开了，他出国了好，所以这种行为我们中文可以说卷款潜逃。老李的太太也跟着他离开了老李的太太早就跟老李一块离开了国内，跑到国外去了好，所以小张这才明白。好，这才明白是什么意思？就是那个时候他才发现老李早就已经卷款潜逃了好的，小张坐在家门口痛哭痛哭。什么叫痛哭呢？就是你哭得很伤心，可能你遇到了很痛苦的事情，可能你被好朋友背叛了，背叛 betray， 谁帮我打一下？小张因为被好朋友背叛了，所以他哭得很伤心，痛哭他心如刀割，他的钱竟然被他最信任的朋友骗走了。好，心如刀割，你的心好像被刀割了一样，那一定很痛苦。那心如刀割一定是遇到了非常心碎，非常让你伤心的事情，你才会心如刀割
心如刀割就是你非常非常痛苦，你觉得怎么会这样你没有办法理解好朋友为什么会背叛你好，捐款潜逃一定是不合法的，它是非法的，捐款潜逃绝对是非法的行为，不对的警察可以抓你的好，小张的钱竟然被他最信任的好朋友骗走了。好，这个词汇大家可以记起来，把钱骗走了有时候像在台湾有很多诈骗事件 scam 诈骗，你们国家可能也有，我觉得现在很多国家都有诈骗呢，你可能会接到诈骗电话，那你如果相信诈骗的人，他会把你的钱都骗走骗走这个词汇请你记起来骗走。好，所以如果你接到诈骗电话，千万不要相信他，不然你的钱会被骗走被骗走好的，对，生不如死很好这个秀珍说生不如死很棒，生不如死早有预谋很好，对，好的乔马吗？谢谢乔马，乔马在乔马都没说话，乔马只有捐钱，捐完钱就走了也不错老师也喜欢好 OK 最信任的，好，这个也可以把它记起来，最信任的朋友，最信任的什么人好的，从此 from now on， 从现在开始，从那个时候开始，从此艾云说新冠病毒时期有受到经济的困难吗？还好艾云，因为那个时候同学们都很支持老师，老师那个时候已经在做线上课了所以有很多同学成为我的会员，然后像乔马一样捐钱给我，所以那个时候呢，老师平安度过了新冠病毒的疫情，那时候赚钱很辛苦，对不对好，谢谢乔马好小张不再轻易相信别人，他明白这个世界是很现实残酷的好，你们觉得真的吗？这个世界是很现实残酷的，你们也这样觉得吗？因为小张经历了这次教训之后 lesson 小张经过了这一次的教训lesson他不再轻易相信别人。好，这个词汇老师希望你把它记起来，轻易相信 like trust people easily， 轻易相信，不要太轻易相信别人如果你太轻易相信别人，可能你的好朋友会把你的钱骗走好，这个世界是很现实 like 现实realistic， 残酷 cruel。你觉得世界是很现实残酷的吗？有人觉得当然也有人觉得这个世界上有好人也有坏人，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好人，他们会对你很好，他们会帮助你，他们是你生命中的贵人，那这样的话你会觉得这个世界很美好，这个世界充满了爱，充满了这个好人但是有的人如果曾经被别人背叛过，被别人骗过，那你可能会觉得这个世界是现实残酷的妮娜觉得世界很残酷，现实残酷林子也觉得这个世界是很现实残酷的好，对，有好人也有坏人，对不对好，那当然你们遇到了理查老师，你们会觉得世界很美好，因为每一次上理查老师的课，你们都会觉得很开心，对不对？然后又可以开开心心的学习中文，所以你们会觉得哇，这个世界只要有理查老师在就是美好的防人之心不可无并不是naive，艾云不是，防人之心不可无的意思就是你要记得一定要随时防范别人，因为这世界上有很多骗子，
就算你的好朋友，你也要小心。我觉得防人之心不可无，并不是 naive， 是叫你 be careful 啊。有人说我也是很轻易的相信别人，所以被别人骗了很多次。对，有人有亲身经历，对不对？好，谁帮我打一下亲身经历？有人有 personal experiences， 被别人骗过，亲身经历啊，被别人骗过啊。好，那我们的故事呢就结束了。我们来进行3个问题。问题1，小张和老李是什么关系？亲生Mandarin 写的是对的秀秀不是那个亲生，不是是亲身经历亲身经历。好，小张和老李是什么关系？好朋友，答对了，好朋友，曾经是好朋友，曾经是 OK， 曾经是 once。Good friends once， OK， 好，曾经是好朋友，现在应该不是了因为老李背叛了小张好，一起长大的好朋友，从小对不对？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好，问题2，老李为什么向小张借钱？老李为什么向小张借钱？发生了什么事？发小可以，这是不过秀秀，这是大陆的用法台湾不会用发小可以用发小不过台湾不会用发小这个词好因为公司快要倒闭了，对不对？老李的公司因为新冠病毒的疫情，营收怎么样？越来越差。好，把它记起来老李的公司因为新冠病毒的疫情，营收 earnings revenue 营收越来越差。OK， 好今天的题目有点难，对不对？好，而且呢，小张真单纯，他把他所有的钱都借给了老李小张把他所有的存款、所有的积蓄都借给了老李好，对，因为老李的公司快要倒闭了很好。秀珍说老李的公司没钱周转，老李的公司没钱周转，非常好。问题3，老李拿了小张的钱之后，后来做了什么？好，因为我们知道小张把他所有的积蓄都给了老李，但是老李拿了小张的钱之后，后来他做了什么？好，这个老师刚刚有说一个成语，对不对？还记得它吗？把它打出来。好，有人说老李拿着小张的钱出国了，对，没有错，他没有拿来救公司，他把所有的钱都带着出国了，他逃走了。还记得那个成语吗？很好，有人说卷款潜逃，有人说避不见面，都是对的因为老李后来避不见面，他不想跟小张见面。第2个，老李卷款潜逃，他把钱都带着离开了，叫卷款潜逃。卷款潜逃是非法的是非法的好，你们都记得这个成语卷款潜逃。另外一个成语叫避不见面好，很棒。那么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词汇，每个词汇呢我会念3遍，好，大家找一下相对应的图片。毕业，毕业，毕业，抱怨，抱怨，抱怨，借钱，借钱，借钱。好，痛哭，痛哭，痛哭，伴郎，伴郎，伴郎，
好，我们刚刚还学到 more and more 这种越来越这样的语法，把它记起来。越来越好，越来越差，越来越帅，越来越丑，越来越胖。好，我们可以加一个形容词在这里 more and more， 越来越可爱，越来越瘦，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好。好，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去练习一下这个语法点哦。好，那今天我们就到这儿。礼拜四我们继续来学习 HSK 的课程，那么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好朋友，但是也不能太相信身边的人。好，老师再讲一次刚刚说的那句谚语，叫做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好，你们一定要记得非常重要的一句谚语。我们下次见，拜拜。